今天的这一次外海上来的渔获种类还是挺多种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。早上的7点40分，今天是准备出发去外海捕鱼啊，跟上次的时间也是差不多。现在船也是刚浮上来啊，然后就准备把东西收拾一下，然后就过去船上那边，差不多时间到了就可以出发过去外海捕鱼了。希望这一次也是渔获多多，大获多多吧。刚下到船上这边呢，然后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就出发了。基本上那些要去近海捕鱼的渔船已经出发完了，就剩我们几艘要去外海的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也是出发了，准备前往外海啊。柴油跟淡水也是在出发前已经是打好了，所以就不用过去打了。还准备了一大袋碎冰，准备是保鲜渔获的。准备开始做午餐了啊！大家猜一下我们午餐吃什么？午餐也已经下去煮了，我们先喝几杯茶。就是吃这个猪肉粥，大家猜对了没有啊？这里有一艘大铁船在放我们上次去放笼子的那一种笼子啊，专门捕大拽那一种。我们怎么这么晚才作业啊？我们都是很早就出来作业了。休息了差不多有个3、4个小时吧，然后天也是渐渐黑下去了。太阳也已经下到海平面下去了，准备吃晚餐了。晚餐是吃这个苦瓜猪肉粥啊，也是配点小鱼干。刚吃过晚餐啊，然后太阳也是完全下到海平面下去了。现在机器也启动了啊，然后准备过去拉网了。希望这一次也是渔获多多吧。怎么现在感觉有阵阵的风浪过来呀？好像最近经常一到晚上就开始有点风浪过来哦。看来最近的天气预报也是比较不准，特别是到了晚上的天气更难琢磨了。好像上一次也是这样子。好了，现在网也是拉上来了。第一片渔网拉了一半了，才上来一条小剥皮鱼。看来这个渔获是越来越少了呀。情况也是不容乐观啊！2片网才上来5条渔获，总共就拉了这2片网上来啊，总共是上了6条渔获上来，3条夹鲫，3条剥皮鱼，情况比上一次外海还惨淡呢。上一次的外海好歹拉一上也是有1条2条的剥皮鱼上来呢，这一次空网的概率比较大，可能也是时间的问题吧。今天天还没完全黑，我们就开始拉了，现在才有点起势啊，连续的来这种小剥皮鱼了。这些小剥皮又大条了一些了，而且感觉今天的这些小剥皮也是要比上一次外海的还要肥一些呢。夹鲫的数量也是明显比上一次外海要多一些。因为明显感觉有风浪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就进行拉网了。最近的这些海鲤也是挺多的，毕竟是旺季啊，也是挺肥的。而且现在的海鲤1斤也还是50块钱，没有降价过。估计等数量少了之后就会涨价一些了。小剥皮是降价了几块钱，上一次回去卖是卖了62块钱1斤。鱼排的价格改得太便宜了，所以我这一次准备全部带回去自己去卖。除了一些比较值钱的鱼货之外，其他我都带回去。
除了一些石斑类的吧，大海星就不要了。不是惨遭八爪鱼的毒手。上一次的外海回去之后，我也是带了2条这种海鲢回家吃啊。现在的海鲢肉就是真的肥美啊，鱼就是比较肥啊，鱼油都是呈这个红色的。这里还来了条香头，最近香头的数量也是比较少啊，上一次外海才捕到1、2条而已。不过现在的香头也是不怎么值钱，像这种小条的1斤也就30块钱，大条一些的才35到40块。感觉风有加大的迹象啊，现在风怎么这么大呀？船也是一摇一晃，但是风浪这么大，怎么感觉也是没有什么渔获上来呀？加急就上多了好几条，感觉小剥皮都没有加急这么多。海鲢也是挺多的，连续来了好几条了，也都是挺肥的。说它小剥皮少，它都连续来3条给你看一下。先把这一筐的渔获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住吧，天气还是比较热的。可能这一个网的位置没有那么多的礁石区啊，所以拉上来的加急就会多一些，也导致小剥皮就少一些。不过也不要紧吧。英格鱼也来了一条啊，最近的英格鱼数量也是比较多的。这种规格的英格鱼来相煎，就是味道不错。这一段倒是连续来小剥皮鱼。看来这一段的渔网是放到了礁石区的位置了，上一段的渔网就没有。现在的风也是呼呼的叫，吹得我都有点凉飕飕的。看来初秋的天气也是天气渐凉了，气温也是有明显的下降一些。八爪鱼也来了，最近的八爪也是经常咬我的渔获呢，所以能把这些八爪鱼给捕捉上来也是一种幸事。今天捕到的泥猛鱼也是比较少啊，但是这一些泥猛鱼相对就要比上一次外海要大条一点了。看来泥猛鱼也是一天天长大了，到天气冷了就有一大群的大泥猛了。不过渔获也是依然比上一次外海要少，这感觉非常明显。好歹上一次外海还捕到了50几斤的这个剥皮鱼呢，但是这一次这一个网的表现来看，估计要上50斤都比较难了吧。除非后面的2个网能大爆发一下，因为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。火点鱼1条，最近偶尔也是有几条这种火点鱼啊、英哥鱼啊过来啊。今天的这一次外海上来的渔获种类还是挺多种的。泥猛鱼背上的刺是有微毒的啊，但是煮熟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子，这个网也是拉完了。收获也是真的不多呀，就小剥皮跟加急会多一些，把它们装起来，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南澳导标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